你听说过太监这两个字吗？太监是一种人，一种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的一种人，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群，很特别。我今天和你说说，什么样的人是太监，然后为什么中国古代会有太监，然后他们都做什么？好吧，好，我们先说什么人是太监。第一，太监是男人，不是女人，他们是男人。不是女人，然后他们的身体被做了特殊的处理，他们的身体和普通人不一样，比如说这是一个人的身体，那如果他是男性，男孩子，男人，如果他想成为一个太监，那他的是生殖器官，这个位置叫生殖器官。那太监这种人，他们的生殖器官被做了处理，处理呢，就是别人对这个位置做了一些事情，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太监，男人，生殖器官被阉割了，那阉割呢，就是这里没有了，这是一种手术，是吧？我们会说，太监的生殖器官被阉割了，那当然，这个阉割一定是用刀，平常我们会说用刀切，有的时候呢也会说用刀割，所以切和割都是用刀。那太监是男性，男人，他们的生殖器官是被割了，就是阉割，被阉割了。那他们的生殖器官是男生和女生的这个位置，叫生殖器官，因为这里可以生孩子，女人可以生孩子，但是男人可以做帮助生孩子的事情，是吧？男人也需要帮助，所以才能生孩子。那太监的生殖器官被阉割了，它不是全部都没了，一开始很长的时间，可能1000多年，他们只是割一部分。那比如说，看，如果这是男性的生殖器官，生孩子的这个部分，身体上的部分，如果这是男性的生殖器官，一开始只是割这个位置
这个位置割掉，没了。那后来，在中国的最后的三个朝代，那他们开始全部割掉，那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割掉。非常非常的残忍，这是非常残忍的事情，我觉得。但是呢，太监这种人，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群，他们是在中国古代的时候有，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太监了。那我们说说为什么会有太监这种特殊的人群呢？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他们是在皇宫里工作，在皇宫就是中国古代皇上的工作的地方和住的地方。以前的皇上和皇后，那是皇上的女人。看，这是皇上，那他的老婆就是皇后。那中国的皇上是可以有很多很多女人的，不是只有一个女人，他可以有他想有多少个女人都可以。所以呢，在皇宫里，皇宫就是皇上住和工作的地方，在皇宫里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女人，所以太监，因为太监要在皇宫里工作，所以他们如果没有生殖器官，这样就不会容易和皇上的女人发生关系。发生关系就是在一起睡觉啊，是吧？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法，我以前有聊过这个话题，你可以去听听看怎么说两个人在一起做过床上的事情，有好一点的说法和不好的说法。那太监因为没有了生殖器官，所以呢，他们在皇宫里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和女人发生关系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然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太监没有生殖器官，他们就不能生孩子，对吧？不能生孩子，就不会想着去抢皇上的位置，那这是皇上，他是要做皇上，他是最高的，负责整个中国的人，他是大官儿，是吧？如果用现代的中文来说，他们是大官儿，是最高的位置，那在以前的中国，他们这些皇上的位置是世袭的，世袭就是要传给自己的孩子。如果皇上死了，那谁来做皇上呢？只是皇上的儿子可以做皇上，那这个叫世袭制，世袭的一种制度。世袭制的意思就是把他的这个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。只能传给自己的儿子，不可以给别人。那太监是在皇上身边工作的人，他在皇宫里工作，在皇上的身边工作，
那如果他们没有生殖器官，不能生孩子，那他们就不会想着去抢皇上的位置，去自己做皇上，因为他们不会有孩子。那太监就是比较安全的人，是吧？让太监在皇上的身边工作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事情，皇上不用担心，他不用担心。但是当然，后来还是有一些太监，他们的权力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也有很多太监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在中国的历史上。有好的太监，有不好的太监，都有。那还有一个第三个原因，就是太监因为是男人，所以他们的力气很大，就可以做很多很累的事情，很累，需要力气的活，做需要力气的活，这个活就是干活。那干活就是做需要身体来做的事情，是吧？那女人可能没有很多力气，不能做这些，那男人就可以。所以在中国古代，太监呢是在皇宫里工作，他们在皇上的身边，皇上和皇上的女人身边，他们每天要做什么事情都做，他们要照顾皇上和皇上的女人，比较像保姆，也像秘书那现在的工作嘛，现在的工作是保姆这个工作和秘书这个工作，他们又像保姆又像秘书，做所有的事情，可能会做饭呐，打扫，他们可能会传话，那就是这个人说的话太监听了以后要去告诉这个人。那以前没有手机，是吧？没有手机，所以太监要把一个人说的话告诉另外一个人。那太监是在皇宫里工作，他们在皇上和皇后的身边，皇上和皇上女人的身边工作。我说一个在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太监，这个太监呢，就是中国最厉害的历史学家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司马迁。司马迁是中国唯一一个人整理了3000年历史的人，他一个人整理了中国3000年的历史，就是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史记》，是中国的一本历史书，说了3000年的历史，3000年这是很久的。那这本书都是司马迁一个人整理出来的，这是中国最全的一部历史，讲的是前3000年的故事，前3000年就是中国一开始的这3000年的事情都在这里面，所以司马迁是中国唯一一个最厉害的历史学家。那他就是他是太监，但是呢，他的生殖器官被阉割了，
那就是被处理了，没有了，是吧？被处理了，没有了。但是他本来只是一个在皇宫里工作做记录历史的人，这是他的工作，他是记录发生的事情，给他写到历史的人。但是后来因为司马迁做错了一件事情，然后他受到了惩罚，他受到了皇上的惩罚。这个惩罚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残忍、最可怕的一种刑罚之一。一种刑罚，有很多可怕的刑罚。刑罚是什么？刑罚就是一种惩罚你的方式，惩罚一个人的方式。那这是因为有法律，这是中国古代的法律，所以皇上给你的惩罚是刑罚。那这种刑罚叫腐刑，这是中国古代一种很残忍的刑罚。这个腐刑就是把男性的生殖器官割掉。那司马迁因为说错了一句话，他做错了一件事情，这个错的事情就是说了不应该说的话，就是皇上不喜欢的话，所以呢，皇上给他进行了腐刑。这个腐刑就是把他的生殖器官阉割掉，非常的残忍。那司马迁虽然他的身体是一个太监的身体，但是呢，他还是坚持做记录历史这件事情他还是做了记录中国历史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写了一本非常厉害的书，非常棒，非常多的内容，很详细的内容，就是里面写了很多的事情。他把3000年的历史他一个人整理在一起了。那真的是很厉害。在中国，所有的人都知道司马迁是中国最棒的历史学家，但是呢，他经历了很多的痛苦，他的身体遭到了极大的这种折磨就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是吧？他的身体被腐刑，经历了腐刑，中国最残忍的刑罚。然后因为有这个腐刑，所以呢，他其实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侮辱。那这是别人看不起你，别人觉得你可能不是男人了，你不是真正的男人，所以也会看不起他。然后他就会有思想上受到非常严重的侮辱，被人侮辱。真的是很残忍，但是他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但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太监这种人群了，因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，这就是清朝结束了以后就没有太监了。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国家也有这种人群，是不是？我听说好像还有一些国家有这种人群。